大家好，我是艳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女散花的造型。为了尽可能的将京剧中天女散花这个造型做的尽量的专业一些，我们呢这次去拜访了成都市京剧研究院的专业的京剧化妆老师罗印罗老师，去看看专业的京剧头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下边还有一层吗？有好多层，还有3层。是不同的。对。还有蝴蝶。对，这是顶花，我们叫的是顶花，戴在头顶的。主要的这个散花。这个它后面的插针是怎么插上去的呢？看到没有？这是有一根针，整个针是从这儿上去之后，我把它窝过来了。因为它这个头饰就只有这么高，你做那么长的针都织出去了，所以我把它窝过来之后，我把它刷黑了一下，就不容易看出来，还可以起一个固定的作用。而且这样固定的好牢固啊，对，就是怎么晃也晃不掉。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骨架的。对，有个骨架，它这种全是铜镀银，然后加水钻。我之前看的时候，就是因为只有图片嘛。其实这个倒无所谓，我觉得看你的设计吧，这些小细节上的变化是可以有的。然后这个是插在头上的。对。明白了。对。经过对天女散花头面的学习和研究，我觉得这次最难的地方应该要数焊接了。上万个焊点和凤头的复杂结构，让人看了有一些劝退的感觉。但既然说好要做了，又怎么能够遇到困难就退缩的道理？一个字：做。这套头饰大部分的京剧头面里用到的是铜镀银的材质，但是因为我这里没有铜焊药，只有银焊药，所以呢，我打算用纯银来制作。那第一步就是制作水钻的底子部分。这里的方法是用凿子把底子一个一个的凿出来，再在模具上进行窝形，保证每一个底子都可以刚好和水钻的底子角度一样。那这里用到的是0.5厘米、0.8厘米和1厘米3个型号。这里光是做这个底子就用了几千个。做好底子，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底子来进行焊接。首先我们来制作的是凤凰的部分。在以前我制作过电影《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如意冠，其中也制作过一些水钻头饰，但是那个时候用的是圆环，结果这样的结构非常的不稳定，容易折断。经过了上次的经验和这次的学习，我意识到这样长的结构背后就一定要加一个骨架。做好底子，再将我们的水钻底一个一个的焊接在骨架上，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头饰更加的牢固。最后我们再来将整个骨架相焊接。翅膀的部分先焊接左右两边的底座，再焊接好骨架的部分。这里一根一根的焊接骨架，尽量的做到可以刚好和翅膀的底座相连接，这样整个凤凰底座就完成了。凤头的嘴上还雕了一个小流苏，这里将4个小碗焊成一排，用圆环相连接就可以了。在发型的两边可以看到一排白色的长条形的装饰，将杆子磨尖弯成 U 型，用0.8厘米的底座焊成一排，再将底座绑在杆子上，再一个一个的焊接上去。这样的头饰做4条，前后各2条，我们这个部分就完成了。泡子的部分，这里做了中间的一个大泡子，中间有6个大碗底，周围是2圈小碗底，在每一层的背后都需要焊接上骨架，这样才能够避免佩戴的时候断裂或者脱落。在额头的侧面还有2条8字形的水钻配饰，同样的先焊好8字形的部分，中间有2只蝴蝶，将蝴蝶的触须做成弹簧状，这样走动起来的时候触须就会颤动。这个部件做2个，左右各1个，蝴蝶呢做4只，最后我们再将这个部件和骨架连接起来，这个部分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做蝙蝠簪，传统的蝙蝠簪会比较简单一点，这里我想要把这个部件做得更精致一些，整体分为2层，用焊药将掐丝焊在银片上，再用线锯锯下来，背后加上筋加固一下，再窝成弧形。最中间的身体做成蕾丝的，我以前那个工具不见了，这里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把丝弯成 Z 字形，这样将丝垒起来进行焊接，窝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再焊接一对耳朵，将银条吹成圆形，做成眼睛，焊接在这个身体上面。
在发型的背后有一个凤尾的配件，这个部分在传统的京剧中是没有的。这里我们还原了领在京剧中的这个造型，做成了一个凤尾钗。我们把做好的这些部件放入酸中进行酸洗，这里部件有一点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分批次来进行酸洗。凤凰的部分因为它太大了，我们的酸洗池装不下，所以我们将它分成了2个部分，最后再进行打磨。打磨抛光以后，整个底座就成了银白色的。接下来就开始上钻了。我之前想到骨架用纯银做，那这次材料我们都来一个升级，这里把之前的水钻换成耗时，彩色的水钻也换成了碧玺。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在效果上达到一个升级呢？经过了这个效果的对比，我们又换回了水钻。接下来就是一个无止境的粘贴的一个过程。耳鬓花的部分，这里选择了粉红色到白色的一个渐变，这样的耳花做2条。这次的服装制作也是由我妈妈来进行的。这里将领这个造型中的白色服装的这个设计修改了一下，为了更符合京剧舞台的这样一个效果，这里在服装和头饰上都增加了彩色。我之前看到电视里面的京剧老师身上的这个花纹是荷花，但是我们在市场中找不到荷花的图案。经过了跟专业京剧老师的咨询，我们可以用粉色的牡丹来代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吧。为了使今天的展示更加的符合领的形象，我们今天的模特小姐姐也找了和领比较神似的。这次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成都市京剧研究院的罗老师，为我们来画一个我们传统的京剧妆容。原来吊眉是在化妆以前它就开始吊了。传统的吊眉是化好妆以后再吊，现在改良了，不让演员这么辛苦。这只是1吊，还有最后还有2吊。是眼睛上扬拉长，是在这个位置的。这头发感觉一丝不苟，我的天哪！戏曲它程式化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在100年前，我们戏曲用的是这种榆树皮，到现在还是沿用的是榆树皮。100年前用的是这种贴发的这种发片，到现在还是用的是这样的发片。这样的发片都是真发制作的。现在看戏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啊，然后我们每一次还会经常会有进校园的这种活动、讲课呀什么的，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单位的这种大型的演出，然后都有很多大学生来观看，场面非常的火爆。那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多吗？学这个的年轻人也多，因为现在有很多戏校。据我所知，现在的戏校好像是只要是跟京剧相关的或者跟戏曲相关的专业学校是免学费的。免学费？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扶持，对。这么棒。希望今天的作品能够让大家喜欢。京剧是一门要求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一门艺术，需要长达数年或者是数十年的功底，才可以完成舞台上的
唱、念、做、打。通过本次的学习，让我对京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让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国粹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也希望以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京剧相关的内容，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我们的国粹之美。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定要点赞、收藏哦。我是艳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